人间其实无色，一笑倾城不敢。是属于换了魂魄，傲娇天真有恋。都说独占世间宠，世间哪有清欢啊？手一翻胭脂乱，马蹄之下百花残。戴王冠披锁链，眉眼用婉用冷言。笑颜只在脸上上，飘啊飘，勇敢去乱世飘。笑啊笑，真实的苦与笑。妙观个出境妙不妙？笑颜只在脸上上，飘啊飘，勇敢去乱世飘。笑啊笑，真实的苦与笑。妙观个出境妙不妙？活出自己就好。将军，将军，怎么样？找到了，说，莫西他在哪儿？在驿站附近的树林里，有一具女尸，脸已经烧烂了。在她身边的包袱里，发现了这个。我俘虏了陈文德的侍卫，已经问过，他说他们莫喜娘子最近一直在绣这个袜子，因为绣工不好，所以就绣个莲花，也算作是她的女工了。所以随身携带这个袜子的，一定就是。
你一个月内铸造这么多兵器，是真的要造反吗？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我不是叛贼，何来造反？这是什么？明德侯钟玉琪和吴郎勾结刺史，作乱的证据。可惜啊，圣上被他们蒙蔽，误以为我是叛贼。我算是彻底败了。青州城没了，大军也几乎全军覆没了。扳倒钟玉琪、吴朗、清君侧，看来是没有我的份儿了。夫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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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将军呢？将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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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一醒啊！你醒一醒啊！将军，小五来晚了，我错了，将军。我命由我，泪泪落落，山高海阔，何以而我？就算岁月总是蹉跎，还会开出花朵。相濡以沫，也有疑惑。半生寥寥，悲喜交错，哪怕跋山涉水经过，关于你的传说，在雪地里红妆素裹。顶天立地的一个我，心中烧着千把火，历经劫难，恩怨太多，只有此刻不会陨落。孤单寂寞的一个我，心事更与何人说？大地已回到斗酒窝，梦里有人携手小酌。我命由我，泪泪落落，山高海阔，何以而我？就算岁月总是蹉跎，还会开出花朵。相濡以沫，这些都是将军的钱财珠宝。夫人，将军死了，要不你跟我走吧。在雪地里红妆素裹。
今往后，我不会跟任何男人走。但如果你愿意，你可以跟我走。好，我跟你走。先把它卖了，然后我们去荆州城。这是万家贵的字迹。泥石流，快跑！文叔，大人，行，过去吧。这天太冷了，将军还有一会儿才到呢。夫人，您先拿着手炉，千万别冻着。嗯。快去拿件衣裳来。你怎么不多穿点儿？刚才二老一直催得紧，一时间就忘了。好多了我。真是多亏了救家贵的那个尤医啊！多谢夫君。你看这小两口怎么回事啊？彼此还谢来谢去的，这如此生分。父亲母亲，父亲母亲。哎呀，一家人不必拘礼啊！这是你母亲大病初愈后啊，咱们阖家团圆的第一个年头。今年的这个花灯会啊，我们可不能迟到了，赶快走吧。是啊。马车。哎呦，扶好啊！哎，上吧啊！好好吃啊！你多放点这个佐料，可香了。那多放点。哇，好好吃。来，二娘子，拿好。谢谢啊，谢谢啊。
那盏灯，那盏灯，好似你当时送莫喜的那盏。怎么了？你看到莫喜了？刚才那人声音好似莫喜。停车！下来！这！各位，今日本店有事，改日再来吧，都散了吧。今日不营业了，改日再来吧。我们也是来参加内廷首饰甄选的。上服局的司仪已经到了，我们也进去吧。是。诗诗，你看错了。但是那身影真的好似莫喜。许是我看错了。8位店家的成品我也看过。这次选入内廷的是……且慢。京州城的道路都被看灯人所阻，所以我到晚了。你是何人？竟敢擅闯此地？我也是来参加品鉴的。这是哪一家的呀？我怎么从未见过呀？宝庆楼，确实是世代传承的宫廷采买店铺。从高祖时起，宝庆楼便为上服局提供珠玉首饰，但几次战乱后便销声匿迹了。原来你们的买卖还一直都在啊！乱世之中艰难维持，只是不想毁了祖上的招牌而已。
可是品鉴大会乃是为宫中的嫔妃、公主们甄选珠宝首饰的，各家的长士都在忙碌，而你偏姗姗来迟。请问，你如此怠慢轻忽，是何道理呀？我从安化州而来，因路不好走，耽误了10日。这一入荆州城，便闻讯赶来，这不算是轻忽怠慢吧？哼，一介女流之辈，这偏远之地的乡野老店，也竟然敢在我们面前班门弄斧，笑话！我听说这品鉴大会比的是珠宝的工艺样式，却没听说过是比口舌的。您说呢？且住。虽说宝庆楼与上福局有过合作，但是你们已多年未曾奉上珍品。在座的几家都是荆州城的名店，若你们的工艺不行，怕是要贻笑大方的。小五，来人。这工艺早已失传许久，我今日竟然能有幸再次得见。敢问宝庆楼的这位长士，这些首饰都是你们的匠人所制吗？机缘巧合，我收留了一些身患残疾的能工巧匠。太好了，这次嫔妃公主们总该满意了。敢问娘子尊姓大名？我姓唐，先夫早逝，司仪大人唤我唐娘子便可。唐娘子，这儿这么热闹。哎呦，这阵仗真大呀！新着开张啊！是啊，你看看多气派！哎呦，是啊。诸位，今日是宝庆楼重回荆州城开业的日子。让一下，让一下，娘子。启禀娘子，咱们的牌匾来不了了。这是为何？珠宝行的行会不允，行首发话说不允许任何人给咱们做牌匾。没牌匾怎么开业呀？这不是闹笑话吗？牌匾怎么开业？不是闹了个笑话？对啊。无妨，我早已查了历日，今日便是开业大吉的好日子。既然这牌匾一时半会儿来不了，那就是好事多磨。有福之人不必忙，开门迎客。哎，来，诸位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来里边请啊，诸位，您请，欢迎欢迎啊，里边请。觉得这个的样式还挺精致，有没有双股的呀？啊，您看看我们这个。您看你们，这几个镯子呀，都是我们这儿最好的、精心打造的。您看见没有？上面镶的这个宝石怎么样？都是我们唐娘子从各地搜集过来的。两位娘子要是有看得上的，随时支应这个事儿；要是没有看上眼的呢，那也没关系。我再帮您挑挑，您看怎么样？您可以戴上试试。唐娘子这是何意啊？好好的珠宝怎么突然都收起来了？莫非是不准备做生意了？这些架子上的货品我已另有用途，所以就暂时不售卖了。不过诸位少安勿躁，稍后库房的新货便会补上。虽然款式略有不同，但都出自一位匠师之手，不会让诸位失望的。那就好。对对对，诸位，咱们去里边看一下。好啊，请，来，小心台阶啊。我喜欢这个，这个打磨，这个面好。那行，就要这个吧。哎，好嘞。
回来了。手怎么了？没事。都扎破了，还是上点药吧。啊，小月，将军，去把药拿来。是。哎呀，一点点小伤而已，不用那么大费周章了吧？放这儿。把手给我。多谢将军。这还没过正午呢，怎么提前回来了？哦，今日营中无事，便早些回来了。刚刚路过前院，母亲将我训斥了一番。你我这般生疏，他们二老亦有所察觉。那……哦，你放心，我们分床睡的事，没人敢说出去。母亲是以为我苛待了你，狠狠训斥了我，还让我带你出去散散心，不要每天闷在家里。明日是你的生辰，听说飞越轩的江南菜肴不错，我们不妨去试试。好。那明晚你先准备，我们掌灯时分便去。我还有些事，冬日天冷，你小心着凉。我并非是存心要对你冷淡，而是倘若我们做了真的夫妻，怎么对得住死去的莫喜？况且在你的心里，莫喜永远都是第一位吧？你快点，等我！慢点跑。这日头打西边出来了，新开的店铺竟然没有牌匾，光秃秃的，连个名儿都没有。听说是刚到荆州城的外乡人，得罪了行会的行首，这不，给他们来个下马威。得罪行首啊！里面请。撤。玉。拿到了。幸不辱命。可有入眼的？刚才看到几件珠宝，做工确实不错，到时候买两件。去！哎，诸位可看好了，这是长平伯罗颜所赐的墨宝。哎呦，罗颜的墨，这唐娘子居然请得动长平伯来为她题写牌匾啊！让一让，让一让。来，让开，让开啊！让一让，让开。哎呦，这么阔气！唐娘子，这些乃是我家主人给您的回礼。多谢。这些是景寿伯江环给我们宝庆楼的回礼。下车。小五，找人搬进去。来人，你们把这些回礼都搬进去。这二位伯爷虽说并无实权官职，但是却是世袭贵胄。长平伯也就罢了，这景寿伯却是极少对人如此给面啊！唐娘子之前收起来的几箱珠宝，就是送给两位伯爷的。对呀，长平伯家道中落，那些珠宝倒也能打动他。可这景寿伯家中富贵，区区几匣珠宝也能将他收买，真是太奇怪了。罗伯爷确实是见了珠宝就眉开眼笑，可那江伯爷一开始却坚持不受，为何他看了你送的卷轴就改变主意了？因为那是我的画像，我的美貌能打动江伯爷，应该高兴才是。看到唐娘子如此风采，
再加上他的那些精巧珠翠，我也想带上几样给我那黄脸婆。说的我都想多买几件了。走，走，天天买2件。哦，你们请。 终于回来了。你真是和我当初一样，为了一口吃的。 在这巷子里翻墙冒险，真是又饿又馋。虽然小心翼翼的，但只要有吃的，就什么都不管不顾了。但是现在想起来，那会儿的日子虽然过得辛苦，但也是没心没肺、无忧无虑的。没什么，我在自言自语呢。你继续吃。 九死一生，历经艰险之后，我跟小五遇到了宝庆楼的继承人在出售腰牌，为母治病，我就花了3根金挺买下了他的腰牌，又汇合了从庆州铸造坊逃出的能工巧匠，改头换面后，携宝庆招牌重回荆州城。 可我已经不是当初的白莫喜，而是唐娘子了。谁的相思太浓，把夜弹成了风。 山边的云满天，情深的人能否偶然心动，连着心痛，长夜要灯火照明。我举起杯，献爱为敬，相思刻骨有你不透。情浓意浓，你浓我浓，共赴风雨浓。桃花一场，雪花一场，牵手细雨冬。谁人聪明，我们痴情，让他们变红。大好青春，两鬓霜雪陪你枯荣。 青春两鬓霜雪，陪你枯荣。夫人，小心着凉。又回到了荆州城，可我现在已经是个寡妇了。每次你叫我夫人，我都会想起陈文德。 您是我家将军夫人，我等追随您，就等于追随将军，不忘将军。陈文德是个重情重义之人，只要与他打过交道，谁能轻易把他忘怀呢？时过境迁是世上至理，没了将军这个威胁，我看这荆州城的贪官污吏、达官显贵，很快便恢复了歌舞升平的日子。 早已经把他的名字抛在脑后了。这次回到荆州城，我就是要报复钟玉琪跟吴老，为他和那些死去的将士们讨回公道。若这大事成了，我要让全金国的人都知道，这
陈文德不是逆贼，而是个大忠臣。夫人，您明晚真的要在飞跃轩宴请珠宝行会的8位董事？那当然，他们对我们处处刁难，我怎么会轻易忘记呢？明日午后，我会先去会见2位伯爷，感谢他们的厚礼。您是想借用2位伯爷的势力，去压制他们？不只是。最重要的一点，我要在荆州城出名。为何？我要让整个荆州城的人都知道，我唐默喜是个貌美而富有的寡妇，身边只缺一个良人。您这么做，究竟意欲何为？接近吴老。放心吧，此事若有眉目，我一定会对你和盘托出。来，食菜啊！唐娘子，说实话，你的珠宝做的确实不错，可是你要想在我们荆州城立足啊，怕是没那么容易。哦，就因为我是外乡人吗？可这宝庆楼在数年前也是荆州城首屈一指的珠宝行呢。唐娘子是真会说笑，此一时彼一时啊。如今这荆州城，能和宫廷做珠宝生意的珠宝行，在京城顶多8家。跟你打个比方，这8个掌柜吃这么一桌菜，最多也就能吃个半饱。可这回好了，你这么一来，就端走一半，大家伙儿都饿着肚子，那情急之下，是不是会不择手段呢？啊？来，您说的可真吓人。说笑说笑，我一个弱女子，怎么能经得起这些事儿呢？这位娘子，贵客到了。诸位掌柜，失陪一下，我要去迎接2位贵客。来，喝起来，喝一个，来，来，食菜。这边，谁呀？哎，好。 2位伯爷，您看。你们2个下去吧。是。里面请。好。 2位伯爷，这边请。刘兄，劳你费心了。客气了。莫喜，莫喜，夫人，楼上的包间已经被人订满了，非请勿进。莫喜，风瑶。 你方才怎么了？我听见你又喊莫喜。怎么样？觉得满意吗？好吃啊。那我们下次再来。客官，里面请。来，2位客官，你们订的菜啊，已经给你们上好了啊，2位慢用。我刚才好像又看到莫喜了。这怎么可能？莫喜已经过世了，还是我们亲自替他料理的后事。
是我看错了。我知道，你还在为了莫西的事怨我。你不必安慰我。莫西的死，都是因为我这个累赘。不然以他的聪明才智，早都已经逃脱了，又怎么会被姓陈的牢牢地握在手中？最后，是我没能阻止无影，眼睁睁地看着莫西葬身火海。我一身雪，而你却恰好有春风一碰，惹得那桃花开得汹涌。当我一入夜，而你却恰好提着灯一愣，我们住进了那彼此的瞳孔。我心有灵犀，苦酒也变得甜。若真情流露人间，陪你疯癫，与两人共痴狂。看不惯又何妨，愿化作一碗汤，冷冰变的白霜。携手踏遍万里浪，余生里不许你孤芳自赏。愿化作一缕沙，好不让人难忘，红豆陌生岁月香，余生无恙。当我一入夜，而你却恰好提着灯一愣，我们住进了那彼此的瞳孔。我心有灵犀，苦酒也变得甜。若真情流露人间，陪你疯癫，与两人共痴狂。看不惯又何妨，愿化作一碗汤，冷冰变的白霜。携手踏遍万里浪，余生里不许你孤芳自赏。愿化作一缕沙，好不了让人难忘。红豆陌生岁月香，余生无恙。